苏舍拼命把头抬起来，头发散乱，恶狠狠地看着蓝忘机。为什么？这种目中无人之辈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魏无羡看着苏舍咬牙切齿的发疯，只觉得一阵讽刺。他的死，他的不幸，他这充斥着噩梦与流亡的12年，还有如今不知何时就将逝去的偷来的生命，都像一场笑话。他捂着脸，无声地笑了一会儿，掌心一阵湿润。金陵站在他身后，终于听明白了什么。佩剑的剑尖指着苏舍，愤怒到握剑的手微微发抖。蓝忘机把一只手按在魏无羡肩上，无言地收紧了五指。半晌，魏无羡拍拍蓝忘机的手，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要杀金子轩，也是为了这样的理由吗？”苏舍一愣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以为这些妖兽为什么都要来找你？你在炼制那块玉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若是存在反身咒，该当如何吗？”他和蓝忘机在蓝氏的藏书阁里翻找数日，才终于找到一星半点的记载。然而有记载的所有破咒之法，都需要西陵人本人参与。好在一同找到的，还有将此咒反弹的方法。二人对着残缺的咒法研究几日，总算有了眉目。魏无羡回兰陵与金子轩将诚意合计，登时决定利用百凤山围猎，将当年参加金子轩寿宴的人原样再邀请一遍，趁围猎环境混乱、妖物众多，发动反身咒。接下来，魏无羡便用他的耳目找到作乱之处，于是便将苏舍从人群之中揪了出来。苏舍跪在原地，垂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在喉咙里挤出几个字符：“金子轩做仙都，他也配。”魏无羡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的看了他一会儿。就在苏舍被他看到心虚，隐隐有些瑟缩之时，魏无羡开口道：“他做仙都，总比你主子来做合适得多。”苏舍猛地抬起头，震惊道：“你？”魏无羡摆摆手：“我什么我？现在尚在围猎，人多眼杂，没空理你。等到围猎结束，你肚子里有什么，统统都要给我吐出来。”他笑嘻嘻的指挥走尸，拍了拍苏舍的头，道：“知道了吗？”魏无羡看了一眼金陵，后者尚且握着佩剑，一脸难以置信。他伸手在剑刃上划了一下，在拇指上拉出一条口子，随手把鲜血抹在按住苏舍的走尸的唇边，接着拍了拍手，几具走尸一边伸出舌头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边把苏舍提起来，压在魏无羡身后。魏无羡伸手把南屏从苏舍的手中拔了出来。苏什么来着？这个我就替你收下了。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此处已经不好久留了。外围有魏无羡部下的施阵，却也是撑不了多久的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魏无羡道：“金陵，走吧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急迫，有什么事都先憋着，正好你也多学学忍耐，别一见什么都像个炮仗。”魏无羡敲敲金陵的头，又转身道：“蓝湛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现在事情尘埃落定，你也早些去找你大哥吧。”他一边把金陵揽到身边，一边走出几步，挥手道：“蓝湛，这几日谢了呀，日后再续。”蓝忘机站在原地，抿了抿唇，轻声道：“不必。”围猎结束之后，是兰陵金氏的花宴。宴会向来是兰陵金氏展现自家财力势力重要的一环，铺张奢华至极，参加者无不称其拜服，却也有人受不了奢靡之风，只觉得繁华浮于表面，毫无内涵可言。但无论如何，能参加兰陵金氏花宴的，必定身份不菲。往年花宴，金子轩做主位，身边是江厌离，次席上是其他3大世家的家主，进而才是其他小家之人。江澄尚未娶妻，因而云梦江氏一直只设一席，而今年就在江澄的身侧，却多了一个红木小桌。难不成江宗主终于下定决心要成家了？可婚帖都未收到，总不能江宗主对什么姑娘一见钟情，一定要先带她出来吧？金光瑶站在厅口，忙着张罗来宾入座，脸上挂着他一向令人顿生好感的微笑。先落座的家主小声议论，有人注意到身侧的位置至今空着，奇道：“咦，苏宗主呢？方才围猎入场还见过他的。”金光瑶闻言，正欲前去询问一番，便听见一个声音插嘴道：“苏宗主来不了。”金光瑶身形一僵，这声音于那位家主而言却是陌生的很。那人猛地回头循声看过去，只见来人一身黑衣，
发间鲜红的发带张扬，腰间一杆通体乌黑、缀着红穗的笛子，面上戴着一副红蓝面具，露出的小半张脸俊美逼人。他觉得此人莫名眼熟，愣神片刻，喃喃道：“你是？”那人对他一笑，快步穿过大厅，一路走到正座之下。金子轩端坐在上，见他走来，也并不惊讶，只是挑挑眉，道：“抓住了。”魏无羡点头，道：“还有意外之喜。”金子轩摸着碎滑的剑柄，哦。魏无羡道：“秣陵苏氏宗主苏摄苏敏善，正是当年给金子勋下千疮百孔咒之人。”他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在突然静下来的大殿里如平的惊雷，几乎把人群炸成了一团乱。他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敢说这种话？